各位好，我是 Spike。最近啊，就得赶紧加餐了啊，因为 Apple 的发布会又来了，而且是据说要连着3天啊。那我一定要在这3天之间跟大家聊聊这事儿啊，因为我呢这个节目的评论当中啊，也有非常忠实的观众啊，已经在下面评论说了，你不如聊一聊这个 iOS 18.1正式版发布的事儿啊。本来呢还真没那么正式的打算聊，但是人家这么一说嘛，我也赶紧回复说好的好的啊，明天加晨就聊，所以这不就来了嘛啊。我估计呢，最近这一个礼拜啊，关于新的 iOS 版本，包括 Apple Intelligence，包括新的应该是3款 Mac，我肯定不只录这一期视频。那因为最近大家知道我的视频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啊，现在也都排好了号啊，周几发什么，周几发什么。但是我也想，也不能他们太死板，遇到了这种突发事件，那就不好意思，只能把之前排过的那些呢，往后推一推。因为最近视频素材比较多，然后弄得我呢也有点忙。有很多内容呢，你们看到了都是像 vlog 的形式实拍，干活的时候呢，旁边还要架着个相机，其实来讲挺不方便的，不如我在这儿呢跟大家聊聊天来的更好。而且表面上来看呢，这个除了聊科技类的话题以外的这些呢，它的播放量目前来看并不怎么高。但是出于我来讲呢，我还是想要坚持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啊。我同样喜欢的，除了科技话题以外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因为这些话题呢，会给我的这个频道的观众当中啊，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我一直说嘛，我跟很多的这个 YouTuber 还是走不一样的路线的。很多人就是聊科技就是聊科技，聊修车就是聊修车啊，聊干啥就是聊啥，就专业的某某某某什么什么频道。但是我呢，从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我是一个聊天跟陪伴节目啊，就像我的一位会员说的那个评论一样的，把我笑坏了，笑了好长时间。他说你这个是瓜子泡茶聊万物，是吧？泡宇宙，泡这泡那什么都可以啊，我就笑死我了啊！我觉得也对啊。有些东西呢，因为 YouTube 是一个大的搜索引擎，所以很多我就是有些主题啊，就是做备份的。比如说我发这个高压水枪那一期，可能看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也还好啦，200多个两天200多个也还可以。但是呢，其实就像我一样，我也是一个 YouTube 的用户嘛，在我想要去探索一个未知领域，我也会到 YouTube 上去搜索一些视频，吸取一些前人的经验。所以我发高压水枪的视频呢，其实有那么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万一在之后的日子里面有哪位中文的这个观众想要突发奇想说，哎，我买个高压水枪吧，但哎这事儿我不懂啊，原来没买过呀，看看有没有用过的人怎么说。一搜啊，能搜到我这个视频啊，所以也非常感谢各位科技爱好者的包容和谅解啊，在有些没有科技陪伴的日子里面，能够聊一下修车，聊一下做饭、美食啊，聊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感悟等等等等，承蒙各位不弃吧啊。那今天是信息有限呐，今天我也是被惊到了，我不是在那个帖子里面给大家发了一个 YouTube 的 Apple 官方账号里面的那个发布会嘛，我本来以为呢，这就是一个 iMac 的广告啊，所以我一看呢，我直接就先发帖发了。我是发完帖我才点开那段视频，当我点开之后，我一看，天哪，这原来是一个发布会啊！那好，那就看吧。结果看到最后才发现，好像有一句话是说什么，我们在未来3天将会发布3款 Mac 的产品。今天是 iMac，今天就讲到这儿啊。然后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新产品。我说我的天哪，这是又要干嘛？又要回到当年，1年开4场发布会，把 Apple Store 的员工全累死吗？
但是还好，这个是连着3天，是吧？像那次是这个什么9月一次，10月一次，11月一次，哎呦，那真的是你连着3天还可以啊，反正也没有发邀请函，全都是在线的形式啊，不定什么时候嘣啊就蹦出来了一个视频的发布会。哎，不过我这次发现一个挺好的，就是大家可以看我帖子里面发的那个链接啊，那个是 Apple 官方的官方频道，你们也可以订阅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就是好像今年9月份的 iPhone 16发布会，你在 YouTube 的官方频道上面看还没有中文字幕的。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不是同步直播嘛，还有直播的观众问我说，看不懂，我就说你去，就是中国大陆的 Apple 官方网站去点开那个发布会的链接，它是有简体中文字幕的。我早年也一直是用这种方法，这就是 apple.com.cn 的一个.cn 的这个一个比较对于简中用户比较友好的一个功能啊。你点别的它没有。那这次发布会我发现不一样了，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它直接也有简体中文的字幕，我觉得这个就方便多了。因为很多时候你看 YouTube 去给你推，其实是实话实说，比 Apple 官方的那个服务器去推要稳定一些。但是今天的发布会会好一点，因为它没事先通知，所以大家不会一起涌过去看这个发布会。我记得早年就是刚刚开 Apple 的这个发布会现场搞这个现场直播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卡的。那当然近2年好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 YouTube 专业做这个视频节目的，在流量管控这方面应该会更专业一些吧啊，就这么讲，咱也不是一直是果吹是吧？所以没看过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也挺短啊，看一看呢也没啥压力。那发布会呢就分前后2个部分，前面一段是讲 Apple Intelligence，然后后面呢就说了一下新的 M4 芯片的 iMac，就这么2部分内容。然后紧接着呢，当天这个正式版的 iOS 18.1就推过来了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更新了，应该是从 iPhone XR。就都可以升级到 iOS 18.1的这个正式的版本。那我们就先聊一下这个 iOS 18.1的正式版啊。用这个 Apple 的官方描述来讲呢，今天是 Apple Intelligence 发布的第1天，当然你们看到节目的时候可能是第2天。如果你没有关注 Tim Cook 的 Twitter， 就是 X 啊，他也发了，今天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跟大家全球用户见面了。但是我想你们重点看着我这个聊这个话题也是想听但是的，是吧？我相信有90%的更新了 iOS 18.1这个操作系统版本的 iPhone 用户都是无法体验到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有机型上面的限制啊，目前只有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机型才能够在更新 iOS 18.1以后享受到 Apple Intelligence 啊。那么就这么4款机型嘛，不说颜色，就4款，一个是 iPhone 15 Pro， 一个是 iPhone 15 Pro Max， 还有一个是 iPhone 16和 iPhone 16 Pro。当然 iPhone 16里面包括 iPhone 16跟 iPhone 16 Plus， 还有 iPhone 16 Pro、iPhone 16 Pro Max， 也就这么几款机器。那就是如果你2年都没有换 iPhone， 其实你能更新吗？能更新，但是你更新了之后呢，其实也体验不到这些新的功能，就是更了个寂寞啊。所以如果你的 iPhone 不是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机型啊，iPhone 15都不行，一定要 iPhone 15 Pro或者 Pro Max 往上，你更新了之后才会看到这个设置里面的 Siri 的图标变了，变成了 Apple Intelligence 和 Siri， 然后那个小标志也会变成一个五彩缤纷绚烂的标志。如若不然啊，在硬件上就先给你给卡了，你更了跟没更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区别，可能就多一个电话录音。而电话录音这个事儿呢，我相信你们都万众期待，但是推出之后也没有人会用啊，因为它在电话录音之前呢，会先通过自动语音的方式去通知电话中的所有人，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用3方通话嘛，运营商是支持的，它会通知正在通话的所有人说，接下来你这个电话正在录音。那么有这么一条呢，就是既保证了顾客的隐私，又给了你这个功能，因为 iPhone 从
第一代开始就不支持电话录音，就是为了隐私保护这个功能，一直到 iPhone 16才终于推出了电话录音这个功能。但是呢，它会给你加一个提示音，而且这个提示音呢是去不掉的，所以你要想用 iPhone 去偷偷的进行电话录音，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测试版的时候呢，它还是用英文报这句话的。这个时候，如果你给一个英文不好的人打电话，那你也可以蒙混过去，是吧？但是呢，正式版发布了，我相信它应该是用各国的语言去给你提示，那这个就逃不过了啊！如果你想试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跟亲朋好友去试一下这个电话录音，录音的质量非常棒，也非常清晰。录完了之后呢，它是直接给你放到备忘录里的。然后在备忘录里，它内置了一段音频，你可以进行播放。如果你是支持 Apple Intelligence 的机型，它还会把你的电话录音直接的转译成文字，帮你写在备忘录的下方，方便你的就是查看跟查找搜索。那就是要 iPhone 15 Pro 以上机型了啊。那我觉得更新也只有这一个了吧啊，所以这一下子就刷掉了70%-80%的 iPhone 用户了啊，不夸张吧？好，那剩下的20%的用户是怎么刷掉的呢？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目前为止，你要想用到 Apple Intelligence， 就一定要用英文的，至少你要把 Siri 的语言调成英文美国啊才可以的。你英文加拿大、英文冰岛、英文印度，这个好像都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把语言调成英文美国才可以，那这个目前来讲是最低的限制吧，那就是你这一个又把很多的非英语的用户又挡了一大堆啊。你说我有 iPhone 16啊，但是我英语不行啊，那这个就也没办法了。就算你英语可以，比如说它有很好的帮你去整理邮件、整理信息这个功能，可是你英语好不好？你英语真的很棒。你可以把它调成英文，但是第一，你不用 iMessage， 第二呢，你的邮件当中往来的第二你不用邮件，对，你不用邮件，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即便你又用英文又好，又是 iPhone 16，你又用邮件，可是你邮件里面这些内容呢都是用的中文，那还是没用啊，因为 Apple Intelligence 目前它识别不了所有的中文，那你就算把它切到英文系统，然后你也对英文毫无障碍，那除非你都用英文交流啊，否则的话呢，这个功能也意义不大所以这个 iOS 18.1呢，我觉得要不要更新？要，毕竟修复了一些 bug 嘛，更新还是要更新的。但是如果你说看官方发布说 Apple 智能发布了啊，向全球发布了，你也特别兴奋，你去更新了，我觉得你先按捺一下啊，这个预期一定要合理，否则的话呢，你的失望会很大的啊。更新就更新吧，但是更新完了之后呢，如果你不符合 iPhone 15 Pro 以上的机型，你也不是在英语环境当中，特别是你英语也不是那么好，你不想切 Siri 的语言，你就当他没来就行了。那么其实在发布会上呢也提了啊，就是12月份呢会在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这些地方推出。那当然其实呢也是英语的版本嘛，只不过它支持这叫区域性英语啊，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英语，这个给予支持，这是在12月份，然后在明年呢会支持中文，但是没说支持中国啊，这个再次强调。好，那这个是关于18.1的更新，我的一些想说的内容啊。至于你们想了解那些细节非常细的那些功能，那我觉得其他的 YouTuber 会比我做得更好。我只是从我自己的感受上跟大家去聊一下哈。那对于 Apple Intelligence 呢，我再跟大家聊一些，刚才那些算是泼冷水吧，还有一些好的兆头啊，就是从这个iOS 18.1开始啊，我们发现，因为正式版已经推了嘛，它已经不再是测试版了嘛，我们发现好像它和 Apple ID 的注册地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甚至呢，它跟你手机的那个区域、地区和国家的那个设置也没有什么关系，更甚至呢，它跟你的操作系统的语言界面语言设置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它只跟什么有关系？它只跟 Siri 的语言有关系，它只跟 Siri 你跟 Siri 互动时候的那个语言有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的门槛啊，已经是相当相当的低了即便是需要你改一个注册地，也是相当低了。因为从目前的正式版看来啊，好像我不能100%确定啊，但是大概率上能确定的是，它不会去要求你的 Apple ID 一定要是某一个国家的，就是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 Apple ID 都可以，只要你把这个注册地或者语言改成美国英语就可以了，就可以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一下哈，等到明年 Apple Intelligence 支持中文以后，它虽然没说中国嘛，所以这是不是官方在发布会上面散发出来的一个文字游戏？就是我们总是往坏的地方想，就你只说了中文没说中国，那你是不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中国的用户都给封锁掉？你只是供给海外的中文用户去使用呢？我们之前是这样想的嘛，因为都喜欢往坏处想，但是目前来看好像不是，就是只要从这个国家的政策法规层面不去干预的话，就是还是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公司经营的一个理念吧，就是只要国家它不从政策法规方面去压你，公司干嘛要锁用户呢？这个没道理嘛，是吧？所以如果比较好的情况啊，只要我们简中大国的这个不出什么针对性的政策法规，那么应该来讲呢 ，Apple Intelligence 我不说它跟 ChatGPT 配合的那一部分，那个呢可能真的还要再打个问号，而且大概率上还是不行。但是如果你只是想用 Apple 自己的这个本地语言模型和私有云的语言模型的话，还真的大概率上你在中国大陆用中国大陆的 Apple ID 也能用，这还真的很有可能能用。所以现在我会发现这个关系啊，它非常的微妙，就可能 Apple 也在看，然后可能呢我们简体中文大国呢也在看，然后我们这些用中文用户呢也在看，那这个变数太大，这个我相信但凡对简体中文大国有一些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种什么叫在看啊，就是这个变化是吧？咱们就说这个变化嘛。所以你看 Apple 在发布会上它只说中文，它不说中国，其实就是这个原因。他也怕说我把中国打上去了，因为在 Apple 来说，我相信 Apple 内部是希望让中国大陆的用户尽快的用到这么棒的功能。这个我觉得我99%我可以给你们保证 ，Apple 的员工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他希望把中国写上，但是，我不知道各位对简体中文大国的政策方面的了解怎么样？咱们不是一个这个时政节目啊。但是对于特别是最近2年中国的政策来说呢，对于 Apple 这样的一个公司，它真的不敢写。因为如果发布会上就发布了说我明年在中国推出的话，那好，在你推出前的1个月甚至1周，更有甚者在你推出前的1天，一个文下来，你可能就得回去了。这个事情不是说近2年才发生过，早几年就发生过。你们如果追着我的节目看的话，我在瓜子泡茶听 iPhone 第3季，我讲到 iBooks 就是图书商店和电影商店的时候，我就提到过，在早年的时候，我还在工作的时候，具体哪一年我忘了，我还有截屏呢，我就不跟大家去找了。我相信你们也不会觉得我在骗你们，是吧？就是 iTunes 电影商店跟 iTunes 图书商店是在中国开放过的，但是开放的时间只有1个多月、2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就直接关闭了。而且官方也没说关闭，他就说服务器有问题，就是一直到现在就一直有问题，这服务器也没修好啊。为什么呢？据小道消息来讲，就是因为当 Apple 的电影商店跟图书商店上架了之后，大概1、2个月之后，然后就出了个文说这种什么就是叫什么文化产业，还是就是这种媒体类的东西吧，不允许外资独资。好了，下架。
最近不是还有一次吗？是什么东西来着？就忘了。然后包括我们之前聊过的那个像什么海拔，对吧？也是突然一个文下来，然后 iOS 发了一个小的补丁的更新，直接就把只要人在中国，是吧？不管你是 ID 在哪里，手机是哪里买的，只要你的人在中国，你的这个海拔就啪去掉。第三方是另一回事啊，但是默认的那个就被去掉，就是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那怎么办呢？作为 Apple 这家公司来讲，我能承诺的是，我给你中文的支持。这不就像 YouTube 跟 Facebook 一样吗？包括 X 就之前的 Twitter 一样的嘛。你们能看我的节目，这个应该就是非常的了解了，对吧？你说包括 YouTube 吧，包括这个 Facebook， 包括这些东西，包括 WhatsApp 这种，对吧？对中文的支持不要太好，对简体中文的支持一点问题都没有。包括我们看不到的 Apple TV Plus， 那里面几乎所有100%的影片素材，对简体中文的支持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但是，就像你们知道的那样，是吧？这就是可能这次 iOS 18.1和这次今天的第一波发布会，我看完之后，可能算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好消息吧，但是这个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确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是吧？就是我还是愿意相信 Apple 作为一家公司，它目的是为了赚钱。那赚钱怎么才能赚钱？你不服务好顾客，你怎么能赚钱呢？你推出这么一个新功能，它怎么会从公司层面不愿意让它最重要的第二群用户，第一个是美国嘛，第二个是中国嘛，啊，它怎么会不让你用呢？那不可能的呀。但他为什么不敢写中国，他只敢写中文呢？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嘛。那我写中文总是没错吧？我希望，现在我聊到这儿啊，我越聊越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所以其实之前我们一直在猜 Apple 会不会用什么人工智能来锁区啊？会不会通过你的定位加 WiFi 加蓝牙加什么这个 ID， 就是用所有的方法来判断你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如果你在那儿，我就不给你用什么什么功能，就是它是有这个实力的啊。Apple 绝对有这个能力，像 Apple News 对吧？有这个能力的。但是像 Apple 智能这种东西，我相信它不至于用它的这个能力嘛。它还是希望，就像那个你们如果玩游戏的话，你就知道，就像 PS 是一样的嘛，是吧？那个锁区是一样的嘛。我要在中国大陆销售，我只能销售这个中国版，但是就是你们如果想解锁，你还是很容易就能解开，大概就是这意思嘛。所以。但是 Apple 估计不会这么干，就是如果以 Apple 的这家公司的运作方式啊，我觉得啊，如果从国家或者政府层面真的是下了一个文，就不用到法律层面，就是下个文，他就会100%的遵守，然后就只能卡着这个文的线去想办法去拦用户一下啊。但所以这个呢，就走着看着吧，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一个好消息，而且 Apple Intelligence 在简体中文大国能不能正常使用的这种状况呢，应该也越来越明晰了就算之后变得完全被砍掉，因为 ChatGPT 砍掉的可能性就基本上毋庸置疑了，因为 ChatGPT 已经官方宣布在中国香港不提供服务了嘛，那这个基本上应该就是用不了了。但是我们大部分人可能 Apple 自己的那个智能也就够了特别是70%-80%的情况 ，Apple 本地智能也就够了。你最起码 Apple 本地智能让我用吧，是吧？那 Apple 是很愿意给大家用的，但是就是咱们都得等，这个会不会有这一声雷响？有了，可能马上就不能用了；没有，可能就大家先赶紧用着。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打脸因为如果你事先准备了海外版本呢，毕竟你又多了一道自我保护的一个东西吧这个是我对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一些简单想跟大家聊的我相信也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接下来聊聊新品吧，就是 iMac。我在帖子里面也说了 ，iMac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Mac 机型。我跟大家反复强调你们如果最近要买 Mac
看了我的节目之后想买 Mac，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去认真的考虑一下，你为什么老是去买笔记本电脑这件事情啊。我真心建议大家去放弃一些假想，就是说啊，我有可能会带着走呀，我有可能会怎么样啊。你如果买一个电脑，一年365天，你就带出去2天，而且那2天呢是可带可不带啊，就是到星巴克里打开，让别人看一下那 logo。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你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台式机，因为台式机不论从我们把它性价比高到不要不要的，这个我先放在一边，就说你有钱，但是台式机，特别是 Apple 的台式机，它的设计、它的人体工学，它在你家里面的那道风景线，我觉得会比一台看也看不到的笔记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不要被一买电脑就被这个大众的主流消费牵着鼻子走，一说就买笔记本，一说就买笔记本。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哈，60%-70%的买笔记本的人其实都没有真正那么刚需的移动需求，甚至有些人家里有2台3台笔记本，他都不想买一个台式机，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当然我个人特别偏向台式机，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不是说买笔记本不好啊，我只是希望还没想这个问题的人能够帮你点这么一下，仅此而已。那这次的 iMac 呢，我也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的。首先颜色非常喜欢，然后性能提升也非常的高。如果你还是在用 Intel 版本的，就像发布会说的一样嘛，那你现在再不换呢，就亏了。因为3纳米的芯片，基本上芯片的发展也就走到头了。你没必要等这个1纳米，就是最后那个实在突破不了的时候，你再去挤那点牙膏吧。你毕竟你购买这台电脑，你主要买到的还是使用它的体验嘛。所以如果说家里是 Intel 的核心，那现在真的是到了可以去买的时候了。因为明天跟后天的发布会也会笔记本相应的也会出来嘛。这个到时候我想我可能还会再录一期视频跟大家去聊。那对于你已经用上 Apple 自家芯片的话呢，那就看了你的工作如果能完成，就你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还是 M1 的 iMac， 那我觉得我可以不换，因为那个电脑呢主要是用作办公，所以它的性能基本上提升了20%不到啊。我说 CPU 性能啊，但是它在神经网络引擎方面提高的是比较多，因为有那个 Apple AI 的加持了嘛，所以那肯定是不一样了。但是呢，我想特别高亮一个 M4 的 iMac 的一点啊，就是它的 Center Stage 摄像头。它那个摄像头啊，像素增加到了1200万，但是注意，它拍摄的视频还是1080P。为什么？因为它这1200万不是给你用来像 iPhone 的1200万那样去拍摄那么漂亮的照片的。它跟 iPhone 的前置都不太一样，它的定位还真的就是一个电话会议和普通的网络视频，就像我跟你们聊天这种视频，它是不会给你开放 4K 的，也没有必要。那么它为什么给你放这个1200万呢？它主要就是用来裁切的，因为它只用1080，但是它是用1200万像素去自动的裁切到某一个点，这个就是 Center Stage 的核心的科技。就是它会自动聚焦到你的主体身上，当你来了一个人之后，它再扩大，再来一个人再扩大啊，就是它会自动的给你进行一个数字的变焦，而且它变焦的这个动画呢是非常的顺滑。这个是我觉得非常赞同的一种在电脑上的摄像头的科技的走向。那第二个特别棒的一点就是它终于在内置的摄像头当中加入了桌面视角这个功能。之前都是一定要用 iPhone 做这个相机的时候用这个连续互通相机的时候，你才能够开启桌面视角。但是现在在 iMac 的内置摄像头当中，你就能够直接打开桌面视角了。那这个也是跟它1200万像素的这个
硬件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就是一方面你能看到桌面，一方面你能看到这个自己。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再去查一下官方文档啊，或者去各种你喜欢的搜索引擎去搜一下，我就不在这跟大家赘述了啊。比如说什么叫桌面视角啊，什么叫 Center Stage，Center Stage 那个中文叫什么？因为发布会它就没翻。发布会它是整体中文字幕吧，但是它 Center Stage 它就没翻，它还是 Center Stage。叫舞台中央，可能是这么翻这个功能啊，就是你们看发布会可以再看一下嘛。如果不知道的话，我觉得这个功能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哪怕你不是用 FaceTime，你会有一些这个网络会议，它也是完全可以用的。然后哪怕你跟我一样是会去录一些像我这样的这个口播的节目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用的，都是非常好的。我超喜欢这个功能。好吧，反正 iMac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型号，我强烈推荐大家 Apple 的台式机，你们可以认真考虑一下，不是让你们去买台式机，是让你们去考虑一下，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根本不考虑台式机，是吧？当然你可以再等一等，因为发布会还没开完啊，因为这个现在也只是预购嘛，下周才会正式发布嘛，所以这个还好，这2天我们看吧，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随时再给大家做一期加餐。好，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立刻就会再见。